嘉宾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我和他是大学同学，在一起相处1年多了。一开始相处的挺好的，感觉他挺包容我，虽然有一些小矛盾，但是都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半年前的一件事情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让我感觉无法再继续和他相处下去了。我觉得我和他在一起这1年多是很开心的，也是真心的喜欢。半年前发生的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我希望他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去处理好这件事情。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赵20岁，来自安徽学生；女嘉宾小坤22岁，来自河北学生。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好，各位老师好。是应该是同学对吧？对。最开始他是那时候快要毕业，他是在健身房兼职，然后我又去健身然后就看到了他当时长头发，觉得这姑娘蛮漂亮的就去问他要联系方式当时也没想是要和他谈恋爱，就觉得做一个朋友。正好他也是教练，到时候也能方便健身什么的然后慢慢接触之后，发现他的性格和我很合，而且我觉得很聊得来，然后我就慢慢喜欢上他了，然后开始追求他然后才在了一起。这健身房是学校健身房还是在外头的呀？是在外面的健身房。没成想原来还是个学姐，是这意思吧？差不多。你这个资料上面比他大，年龄是大2岁，比他大几级或者叫大几届呀？我们俩其实是一届的。因为我是从小练体育，然后练了10多年得有，然后就是复读来着，然后我们才跑到一届。谈了多久？1年多了。今天是谁要来啊？是他要来的，是我要来的。来干什么呀？来想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解决一下我俩之间的问题。啥问题？就是小矛盾也有，大毛病也有最主要的还是他前对象的问题。还挺复杂，咱们先从小毛病开始说，然后从大毛病说，最后再说到前对象如何？好，来，先说小的我先说小问题，因为我们俩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然后本来生活上就有好多事儿就是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举一件小事，我们俩一起去火锅店吃火锅，然后我就觉得咱们北方人吃的火锅就那个汤比较寡，就是没有什么滋味。然后我就寻思让他跟我一起吃点那个火锅的底料，就是蘸料，然后他就死活都不吃。这个吃酱料，我们南方人就是从来是不怎么吃，或者说根本就不吃蘸料。但是我去北方，他老是强迫我吃蘸料。可是你吃一次不也说好吃吗？那你强迫我那么多次，我要再说不好吃，你肯定又不高兴，我肯定要说好吃。不吃就不吃呗，这有什么了不起？你吃你的，他吃他的嘛。不是，我就觉得咱们这头的那个火锅底不放多少盐，然后没有什么滋味，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吃，因为我吃的好吃。那你觉得好吃，我不一定觉得好吃啊。这算小事儿，确实小事儿。还有别的吗？还有就是说话的问题说话，因为他说话有一点呢了不分，然后我就有时候拿这件事跟他开玩笑就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他说了一句话，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挺逗的，然后本人朋友们都比较熟了，我就寻思开个玩笑，我就学了一遍他这个话，然后他就跟我哪去了，然后他说人家哪去了然后我就学了一下哪去了因为他呢了不分嘛，这不分就不分呗，有什么了不起？然后他就因为我跟他开玩笑这件事跟我急了，还吼了我几句。真急了？当时是有点急了。那天呢，我带他去见我朋友，然后我跟我朋友聊天，然后突然冒出来这一句。当时我觉得男生嘛，在外面跟朋友接触，是也还是要点面子，然后我就说了他几句，然后闹了点矛盾。没事，还有别的吗？这确实小事啊。你说你以前嘛，梳个长头发，还化妆，还像个女生，你现在头发剪得这么短。那天晚上带你出去玩，司机都不知道你是男是女。那不是天黑吗？司机年龄也大了，那这事儿能赖我吗？你看外头多热呀，我梳长头发跟披个棉袄一样。感觉你头发短，你不热？那你也不能剪这么短。我短吗？好多女生头发比我还短呢。是你说的都有理，都对。这我在我看来都是小事儿，统统小事儿，没有什么原则性嘛，大家闹着玩嘛。其实这个情人之间有时候为这个打打闹闹还挺有意思的。
要不然生活多无趣啊，对吧？还有别的事儿吗？孩子们？还有就是我们家里不太同意我们两个的事儿。家里不同意啊？因为之前我把他带到我老家过，然后也见过我父母，但是我父母就觉得，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然后哥哥姐姐现在都不在身边了，然后我父母就想把我留下，然后我爸也是，因为我学这个专业跟我们家的企业对口，他不想说让自己这么几十年的心血全白费了。你什么专业？印刷。我们家企业干了好几十年了，已经厉害，准备让你接班是吧？然后寻思让我接班，然后不想让我离开他们，然后他又跟我离得太远，让我找一个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男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然后他也不太理解，然后我爸也是，其实我爸最担心的也还是担心他养不起我，就是我怎么养不起？我家条件虽然没你家条件那么好，但是未来过日子是我们两个的事，跟我父母没多大关系。所以可能这几年我是养不起你，或者说生活比较艰苦。我奋斗几年之后还是养不起你吗？怎么可能呢？是，那肯定了。咱们讨论一下去哪儿结婚的事儿哈，要结吗？是有这个打算，但是因为父母关系，先放一放。要结在哪儿结呢？如果是真的要在一起结婚的话，可以是跟他去那边。挺好嘛，你们想多了。你们家人不是，其实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也是独子，然后父母岁数也都不小了，然后我是我们家最小的，父母年龄也大了。不，等等啊，你们俩一个20，一个22，你们跟我们说你们父母到底多大？是因为我爸爸已经快70了，我妈妈已经60了。那你家里面是一哥一姐，最大那个姐姐已经40了。你父母应该很年轻啊？我父母也不年轻，我爸快60了。哟，真的？这是怎么回事？你在家里还独子？我是独子。哎呀，你爸40岁才有的你啊，基本上。舍得放你走吗？那我可以跟他们做思想工作。所以在男生看来这并不是问题，对吧？对。但是我觉得不负责任，你怎么忍心看着父母一点点老去，你不在身边陪伴他们？的确，白汉肯定是孝为先，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事业要办，不可能一辈子都跟着父母一起过。但是你现在，你老说你等你几年奋斗几年，但是你告诉我你现在学到啥了？是没学到啥，但不能因为我现在的样子就决定我以后。你现在连最起码一个学生的身份你都做不好，你怎么以后上社会？你现在就跟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不是，他20岁确实就该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你想让他长到多大呀，孩子？就是觉得20了，也成年了，也该有点自己的想法了。他现在一点想法都没有。行，我觉得这是关于未来，大家能说的话太多了。明天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所以要为未来争吵也没什么意义，挺浪费时间的。行，这就算中等的事儿哈，咱们说大事儿吧。就是说女朋友，说他前女友的事儿。就是大概是我们俩谈了得有半年左右的时候，然后因为在学校里好多事儿都要通过就是 QQ 的群来下发，然后我们俩就总是用 QQ 聊天，然后就把我俩的号就关联了，然后就有那么一阵子，我总是看有同一个女生一直在加他，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女生是谁呀？为什么总是加你？他也没瞒着我，他就说那是他前对象。我问他，我说那你跟你前对象现在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老加你？他说他也不知道，说都已经断干净了，说一点都没有再联系了，然后就说甭管他，直接拒绝就行。然后后来我就给拒绝了几次吧，那个姑娘还是坚持不懈的加。我就总感觉一个姑娘如果要是这么坚持的话，肯定是因为有事儿。然后我就拿我自己的号把那姑娘加上了，我就问那姑娘是谁，然后那姑娘就说是她对象。然后我说我是他对象，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有你的存在？就是他前对象显然不知道我们俩已经在一起了。就是一直觉得他是就是他俩闹意见了，然后分开了，一直觉得他是现在还是在等着他。我从来没说我等他，那时候之前我跟他分手了，他一直求着我复合，然后情绪也比较激动那种，我怕他做什么想不开的事，我就说实在不行我们俩就是先等一等吧，先冷静冷静，我是这样说的。他可能理解错，以为我会一直等他，然后因为这件事，所以打电话的时候我也没跟他说清楚，我就跟他见了一面，就说我们俩见面说清楚了。见面之后我跟他说，我跟你已经是结束了，而且我已经有了新女朋友了。你俩还见面了？是见面了。什么时候见的？我怎么不知道？又有一件事骗我是不是？
我没骗你啊。本来你俩的事儿就没解决清楚，然后这件事儿还骗我，我压根儿都不知道你们俩见面的事儿。我没骗你，我跟他见面就是为了和他处理干干净净。那你处理干净了吗？处理干净了，我跟他说了，我们俩绝对是不可能了。你要处理干净，还能有以后的事儿？后来怎么了？啊，后来怎么了？然后后来有一天，我们一起就是上学校外头那儿吃烧烤。然后也是那天喝了点酒，他电话就来了一个，就他手机来了个电话，然后我一看是本地的号，我也没多想，我以为是哪个朋友呢。然后他有点喝多了，我就把电话接了，结果是一个女的。然后我就问他你谁呀？然后他就说是他前对象。然后那天也是因为我也喝点酒，语气不好，然后就把人家姑娘就是给骂了。然后骂了以后，他那姑娘就话就软了以后就跟我说他之前脖子上有一个挂件，他跟我说他是他一个外地的朋友送他的，结果他前女友告诉我说那个挂件是他送的，他过生日的时候他前女友送他的，然后他就一直带着，然后还骗我说是朋友送的。我那时候刚跟你谈，你问我，如果我说是前女友送的话，你肯定是心里肯定过意不去。那你明知道你跟我谈，为什么还带着你前女友送你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你把我放在何地了？我不是怕你起什么疑心或者心里不高兴什么吗？然后过了一会儿，他手机又来短信了，就是他老家的朋友发，就完全不知道，他老家朋友不知道我们俩在谈对象，一直在他们朋友的眼里就是他跟他前对象在一起。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说那在你朋友的眼里我算啥呀？一个插足你们感情的第三者，明明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你俩已经分开了。我跟他确实分开了，但是他是我老家的朋友。我天津的朋友已经肯定是知道我们俩在一块了，我不可能说。那咱俩在一起，你老家的朋友都不知道，那合着我在你老家人面前就是一张白纸呗？那我总不能跟所有的朋友都打个电话说，哎谁，我跟谁搞对象了。那你发个朋友圈秀恩爱也行啊。我发了。那你要发了的话，你老家朋友怎么会不知道咱俩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啊，关键我那些朋友一问你啥，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知道啥呀？我要知道，我肯定。你知道你现在跟谁在一起呢吧？我不是跟你在一起吗？还有，主持人还有，就是又过了几天，我俩那天吵完了以后，他前女友的妹妹又加我，哎，又跟我说小姐姐，你肯定是长得特别漂亮，要不你怎么从我姐那儿把我姐夫勾引走了？然后就说我，然后后来我寻思那是个孩子，我刚开始也没搭理他，然后我就跟他说，他也跟我不明不白的说的。我怎么没说明白？我说那是他妹妹年纪还小，只要他随便说不就行了吗？而且只要知道，大部分人已经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你还在意那些其他的干什么？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处境？这么多人轮番来找我，你让我心里好受吗？你觉得我心里好受吗？你知不知道你在伤害我？这件事情发生到这个地步，我也没有想过，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什么你都没想过？那你想过啥呀？我跟我前对象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完了。处理完了还有这些事儿？当时见面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说不可能了。他说你要想开了，就说我们最多还只能做朋友。他说他想开了，他那么说，我肯定说行吧，那就做朋友吧。啊，你跟你前女友还要做朋友？谁知道他后来又打电话来了。问一句啊，女生你到底想怎么着？这事儿就算能过吧？分手。行，能不能分？不分啊，不分，不分还纠缠着。我跟我前面所有的关系已经断得很干净了，我现在是一心一意对这个对象。行，为什么要分手啊？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在骗我，而且他中间这些事儿都没跟我说过。你觉得你被欺骗了是吗？对，他跟他跟我说跟他前对象断干净，但是他前对象翻来覆去的一直在找，而且他前对象找的是半年前以前，一直到现在半年了还没有解决这件事儿。我也做一个合理的推理啊，我这合理推理嘛。刚才你们关于未来也讨论了很多，也争论了很多，我也为未来规划一下啊。就今天你跟他分手了，对吧？是分手了吧？就我们也认同你们分手了，你不同意对不对？我不同意。结果半年以后你也谈了新男朋友了，他跟你男朋友说，我们俩是没断干净了，你承认吗？你认这件事儿吗？不认。为啥不认啊？因为我已经跟他分手了。没分呢，你同意分吗？我不同意。但是我说分了。好，你跟你前女友说过分手吗？说过。就这么逻辑嘛，这个逻辑是通的吧？对吧？我假设是
这个小伙子跟他前女友，他认为断干净了，但是他的前女友在心里觉得这个男生没有跟我断干净，而且我还喜欢这个男生，我就一直在纠缠他或者别的东西。这个生活逻辑允许吧？允许吧？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你现在的想法，压根儿他就是脚踩两只船，对吧？他既跟那边没断，又跟你在一起，是这意思吧？所以你才会这么气愤嘛。所以你的逻辑是基于此才要把它断掉，对吧？其实就是在一起1年多了，还是有感情啊，对吗？因为毕竟我俩脾气什么的也挺相投的。所以从另一个逻辑来说，是想让老师帮你们分析分析，就是处在这种，既在小事上面我们又不能达成一致，我们会为吃一个火锅争吵。对吧？在对未来前途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对吧？我有我的想法，我觉得男生不成熟。男生说我许你未来，但你的心里是，你怎么能许我未来呢？也达不成共识。最关键的是，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点感情还能往前走吧。然后这一方，你的女朋友，现在的女朋友觉得，好像我们这感情也没什么，因为好像他跟那个前任还有一些不清不楚，所以你心里也就不明不白，是这意思吧？那应该怎么办？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来，陈老师，在这个亲密关系中啊，有一个匹配度。那有外在匹配和内在匹配。什么是外在匹配呢？比如说身高、长相、地域文化。什么叫内在匹配呢？比如说性格、价值观、信念系统。当然包括对脚踩两条船的态度。那匹配度又分相似和互补。什么叫相似？比如你们俩都喜欢吃火锅，喜欢一起去旅游。什么叫互补？比如说男主外女主内，男的很强势，女的很温和。那当然只要双方在感情中都感到愉悦和谐，就是匹配度高。你们两位觉得自己在外在匹配吗？我觉得蛮匹配的。内在呢？我觉得女生也性格上也偏独立和强势。所以当内在和外在都不匹配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幸和痛苦。那结束一个短暂的恋情，可能两个人都会拥有一个更幸福的恋情。祝你们好运。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来，莎娜老师，谢谢啊，谢谢陈老师。来，莎娜老师啊。哎，你俩就刚才就头发长短那个问题讨论那么激烈的时候，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哎，你回头看一眼我，他那头发叫短吗？你看看我的头发，说什么女生什么怎么说来着？说女生剪短头发就不温柔了，是这意思吧？我可温柔了。我要说的是什么呀？就是如果你要是说在意一个女生的外形，或者说她外在的颜值，在你看来很重要的话，就证明你还没有非常深邃的去了解这个女生。先来说男生的问题啊，你刚才提到你跟她相识的一个过程是在健身房当中看到她长得很漂亮，所以去主动要了微信，所以足以见得你其实也是一个不太老实的男生。我不知道你当时的感情状态是什么样的。如果就你女朋友这个纠缠度来看，当时可能也没有彻底断干净，在那个情况下你就主动去要了一个长相非常漂亮女生的微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一直在纠缠你觉得你不老实的原因。因为你跟他开始的时候就是看他的颜值，所以他对你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和信任。另外我想跟你说一个正常的价值观啊，就是我们假设你现在跟前女友确实没有断干净，那么没有断干净有几种理由，有几种原因。有可能真的是单方面前女友原因，但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快刀斩乱麻。一个正常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我一定要干干净净的彻底的了断前一段感情，然后再堂堂正正的开始下一段感情，这样你才可以得到周遭所有朋友的祝福，明白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任何人说都没有立场，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你是否对得起你面前的这个女生。我对得起。你只要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拍着自己的良心觉得我对得起就 OK 了，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涂老师啊。女生，别的我不敢保证，
但是有一点我大概是可以保证的，如果你再这么下去，你离失去他就不远了。别看你每次好像声音都挺大，其实在这段情感当中，具备不安全感的其实是你。你想的有点太多了。越是想留住一样东西，唯一的途径就是让自己永远保有魅力。甚至于你每次跟这个男生在谈及前女友的时候，你脸上越愤怒，其实他内心越窃喜。我被2个女人共同的爱着，我多有价值。你在不自觉的过程当中暴露了自己的自卑，用管住他的方式和谴责前女友的方式暴露了自己内心的急剧的不安全感。你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强，那么成熟，对吧？所以我想告诉你的一点是，这个男生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对你与他之间的将来是没有自信和没有希望的，请你管住好自己，不要那么动不动就情绪化。你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找工作找工作，该安排将来安排将来，一切静观其变。你越是要管住一样东西，你越是要留住一样东西，其实到最后你反被其累。他要走让他走好了，他爱不吃酱料就不吃酱料，他爱带着脖子上的事物就带着脖子上的事物，你都不用管。当你一切都不用管，而只管好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东西它自动自觉的就按照你想要的那个方向去变了。听见了没有？就这样。谢谢老师。谢谢涂老师。这件事我觉得特别简单，你们自己在一起舒服吗？轻松吗？你们愿意为对方做一些小的调整吗？我不用改变这个词。你们接受和认可对方现在身上的一切吗？如果有，你们还可以尝试；如果真的没有，不就陈老师说的吗？就是不匹配吗？别强求，不要改造。这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小料了，我让你不吃也不行啊，对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觉得我们谈了这么久，很多事情、小事情、小矛盾一起走过来了。觉得如果因为这件事情你非要和我分手的话，我是其实是很不愿意的。希望你能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希望你给我个机会。我已经给了你好多时间了，然后你又说让我给你几天时间，我觉得咱俩的事儿还是再考虑考虑吧。我还是不愿意和你分开。我不想说啥了。好的，请亮灯。好，谢谢2位啊，请回来。来，请关门。来，我们来看嘉宾朋友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还有话跟他说吗？没有可以不用说，那就不说了。好，谢谢你啊，加油小伙子，未来还很长，谢谢你啊，请回，请回，谢谢老师。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来吧，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我俩相处1年多了，但是一直在2个城市，见面的机会特别少，经常闹矛盾。我总感觉他特别幼稚，而且特别小心眼，吵架吵多了就会感觉很累。我觉得我们挺好的，就是不经常在一起闹些小矛盾，但是他就会把小矛盾炒成一些大矛盾。我其实都认为不是事儿的事儿，
他就比较较真儿，我就希望他能改一改他这些小脾气。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王20岁，来自黑龙江学生；女嘉宾小杨22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怎么认识的？我俩是一个城市的啊。然后当时他在青岛，而我在大庆啊。然后通过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俩就是比较合得来。然后慢慢的接触了1个月。我们才确定了关系之后，我还是在哈尔滨上学呢，然后他在青岛，里里外外这也1年多了，是异地恋。对，你在哈尔滨读书，您在青岛工作是吧？对。今儿谁要来啊？我要来。干嘛呀？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关系一点都没有信任的感觉。说说吧，怎么不信任？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儿？有一次我在青岛的时候，我感冒嘛，也赶上了得颈椎病了，之后就觉得我想要一个关心啊、照顾呀，但是他就是潦潦草草的说了2句话，也没有再说我想过来陪你啊，没有，就只有我自己，就感觉挺委屈、挺难受的。关心不够是吧？嗯，对。其实也没有说关心不够，你说，毕竟你也知道咱俩是异地恋，在你生病的时候，每天我也都陪你到很晚，我也都是把你先哄睡了再说，因为我是在读书，你是自由职业，那我毕竟第2天还有事儿。你们俩多久见一次啊？可能2个月，也有可能。哦，一般谁去看谁呀？我去看他1回，就看过他1回。哦，相处1年多就看过1回啊？并不是，因为过年的时候还会回来，就是在期间相处的期间。对呀，你把过年刨掉吗？也没多久嘛。也没多久，没几回。对啊，所以你们等于至少要7、8个月才见1回面，是这意思吧？对。平常谈恋爱靠什么？手机、视频。那打视频谁打的主动一些呢？基本上他晚上给我打，因为我没法给他打，因为他平常白天在忙，我给他打电话，他也都是啊我在忙，等会儿再打。哦，你觉得女生打得多，但是你不觉得这是你不主动，是这意思吗？对，毕竟是他抽出他的时间，他也总拿他过生日的事儿来说我，就一点点小事。过生日的时候嘛，也是我自己一个人，这背井离乡呢，就是父母也不在身边啊。之后我就想着说，那你看我过生日的时候，你就过来一趟呗，不的，就给我发一个红包就完事儿了。我承认这事儿是我不对，但是我之前也跟你解释过。因为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答应好你是我要去的，但是家里临时有急事儿，那没有办法。你说我只能给你发一点红包，我说博多你一点欢喜。那你周末的时候放假，同学晚上出去吃饭，可以，这我不管。但是你晚上的时候吃完饭了，你就给我发个微信说，我要去吃饭了。我说那你去吧，然后到家了，到寝室了，你告诉我。同学在一起喝酒。基本上已经是喝的人是不行了。比如说我假如要是跟女的出去吃饭了，你不放心也就那么地了，那都是一帮大老爷们，能怎么样啊？可是我会担心啊，而且你睡觉每回他都会睡到中午，睡到12个小时以上。我出去你担着心，我睡觉你还不让，我也没耽误过一些正事。可是你是上学去了，我承认你是去学习了，那我哪有天天去睡觉的？我所有东西都做好了，我睡觉怎么了？没什么毛病啊。所以听起来是女生不太相信男生哈，是这意思吧？就是说的对吧？就是因为异地我没有安全感啊。各种怀疑。还有什么怀疑啊？还有我俩见面的时候啊，他偷摸看我手机。我也是不理解。你说我一个当他男朋友，我偷摸看他手机有什么毛病吗？当然有毛病了。那你有想过吗？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感觉你对我有很大的不信任感啊。看出问题了吗？看出问题了啊！确实是有一个男的，他说是他的客户，但是早上、中午、晚上每天一个电话，每天都有，每天这个时间段都有。但如果我要跟他有什么事情的话，不可能是说打电话吧，微信语音就可以了。那你看我去了，而且咱俩的电话是关联的。如果我这边有人给我打电话的话，你那边也会看见的。只是关联的，所以你才知道我能看得到电话，但我看不到微信呢。
所以我才偷看的你手机啊。哎，那你为什么不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一个我给固定的打时间给他打电话？我给他打过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他接就说啊我在忙。再一个早上起来我给打电话啊我要化妆。那我也有事，因为我上学，所以你就不再打了，是这意思吧？对啊。我每天都抽出时间去陪你，你换过来是什么？第一次我去找你的时候，你也这么说啊，总说我不去看你。第一次我去找你的时候呢，但那一天你自己想想你是怎么对我的？白天看到你人影了吗？客户临时打电话，我过去一趟。下午的时候完事儿，我就直接就陪你去吃饭了。那临时有事儿，那你让我有什么办法？那就剩1个晚上时间了。你告诉我2、3天，结果变成1天，当天走，当天来当天就走了。你那么对我，我为什么不走？白天我看到人影了。男生还在置气呢。现在其实双方是不是都不太信任对方？对，而且我在他的手机里面还看到别的女生给他发微信。学校里那有加我微信的，可能是跟就是一些学校有关的东西。女生上来也就是说。小哥哥，我好崇拜你啊！我是你的小迷妹。我也只是出于礼貌回了他，我并没有跟他仔细唠什么。你怎么那么招风啊？那你这是在吃醋，我根本没有跟他唠什么。每个女生加他都会去聊。我上课了，我下课了，我吃饭了，他都会去聊。跟你聊吗？不，因为我白天忙。就白天忙的没有时间勒我。你刚才说的这个每天都抽时间陪他，是指晚上2个人会视频通话是？对，因为我白天会忙，然后晚上也会忙，但我就会把时间抽出到3个小时以上，然后陪他说说话，发发视频。啊，是吧？对。啊，女生现在觉得男生是怎么了？不关心你，不够关心啊，不够信任啊，而且我对他也没有信任。好，男生觉得呢？就是他各种不信任我。各种不信任。对，好，那现在维系着你们俩这段情感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是放不下，就是还是想尽力的，就是挽回一些。女生呢？可能是他长得太帅了。哦，帅啊，就是说白了也放不下嘛。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彼此为什么这样，虽然相处的很难受，但是我们还想这么，也不想分开，是这意思吗？不想分啊。行了，那应该怎么办呢？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陈老师，就那个小伙子一上台，我一看真挺帅的，对，所以我也特理解你们当时就是那种外貌上的一见钟情，是吧？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基础挺不牢靠的。我是想先建议女生，你因为比他还大2岁，对，你需要的安全感可能更多的是安全稳定，是一个可能比你更年长，能够关心你、照顾你、给你信任感，甚至一定物质关怀的。我觉得可能这样的男生更适合跟你现在的情况谈恋爱。你呢，本来你是被分手，你是想和解，其实我倒劝你别和解了。你有能力现在照顾他吗？你给不了物质上的安全，对吧？情感上的信任你现在也给不了，对吧？因为你现在还不会拒绝你的小迷妹，小姑娘加你都通过，你连这个最基本能做到男朋友该做的你都做不到，你能给她什么安全感呢？所以我建议你，对于一个女生，她现在要面临很现实的生活工作问题，如果你真的喜欢她，还欣赏她，对吧？欣赏她的优点，我倒觉得你放手也是一种很好的付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你们都还不懂爱情，只有当你们的人格成熟起来以后，才能真正享受爱情的甜蜜。请你们俩三思。好，谢谢陈老师。来，珊娜老师。二位好啊。我觉得爱情对你们来说就是一个表象，因为你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爱上彼此，只是互相的好感而已。我说这句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啊。2个异地恋本来就很辛苦，但是见面只有1天的时间，而却用来了置气、生气、彼此埋怨，不珍惜在一起的那一点的时间。真正相爱的2个人是迫不及待的见到对方，迫不及待的就争分夺秒的在一起。你们2个人真正的彼此了解对方吗？就只是因为一个长得帅，一个看起来还不错，这种好感，然后就说我们很爱对方，
可以，但请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多为彼此花一些心思。两个人显然都没有为在一起而做过什么努力。女生过生日，你用了一种最廉价、最简洁、最方便的方式就糊弄过去了，包了一个红包。这年头红包是最廉价的东西，你可以送一束花，可以快递一个礼物，这些都很贵，因为要花心思。我的贵是加双引号的，不是物质上的。连这点心思都没有花。女生也一样，她为什么不愿意跟你聊天呀？为什么要加别的小妹妹呀？因为你从早到晚都是以拒绝的状态在应付她。你在开会，你在忙，你在见客户，甚至跟别的人能一天3通电话，可是跟他一天可能只有1通电话，那他当然一来二去对你的热情就减少了呀。所以你们两个人如果都没有在这段感情上花那么大的心思，没有努力想好好的维护维系这一段感情的话，就不要把爱挂在嘴上，因为还没到爱的那一步。如果你们觉得真的到了爱的那一步，就请为这段感情多花一些心思，因为异地恋本身就不容易，不要耽误了时间，耽误了青春，好吗？好，谢谢二位。谢谢山大老师。来，博宏兄啊，我们说异地情侣，一个人时可能不孤单，但想一个人时，那真叫孤单。其实你们两个人，就像刚才赵川老师说的，恋爱也1年多了，实际见面也就这么2次，对吧？在我的感受当中，爱情恋爱它是实体经济，它不是虚拟经济。我们现在确实联络的方式很畅通，办法很多，通过网络视频都可以解决。但是这样的一种恋爱，双方造成的就你们说的，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我怀疑你，你怀疑我。我们有时候爱情还真要有一点实体的感觉，不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无论如何想办法，没有办法创造办法，创造条件也要去见一面。你平时有时间陪人家去喝酒去睡觉，再说了你是个学生，你有假期，你有假期完全可以去陪陪他嘛。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一切呢？这也就说明其实你们两个人在处理自己的恋爱过程当中，在方式上我认为是出现问题的。这种方式出现问题，它就会有后遗症，后遗症就是你们今天所说的，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虽然你们相隔异地，但我看到了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是同时的电闪雷鸣了。我最后想说一句，其实爱情当中有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你想对方怎样待你，你就先主动的怎样去待对方，好吗？好，谢谢博宏兄。胡老师，千里之外有一个男朋友或者有一个女朋友，就像存在客栈里的酒，你未必有多么喜欢喝它，但总是让你内心有一种安全感，至少我去那儿还有酒。但是年轻最大的特点就是耐不住寂寞，耐不住寂寞就抵不起诱惑，所以就会存在于远方有个男女朋友，而眼前的诱惑和小迷妹我又忍受不了与他们之间的接触，再加上长时间的彼此两地，时间长了就会疲了。如果只是分隔有限的2、3个月，倒可能还有盼头，但是如此下去之后，你也不知道何时何年能够相聚，于是两个人之间就精疲力尽。你们俩既不够相爱，也不够信任，同时也没有对将来共同的打算和憧憬，彼此只是对方存在客栈里的一杯酒，那又何必呢？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没什么要说的了。从未深爱，何谈分开？
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其实我还是想挽回，就是我还是不想放手，我只希望你能改一改，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些小毛病特别的多，但这些小毛病积累出来，也就是让你很生气。这些我都会改，但我只希望你能信任我。我也希望你信任我，但是你又怎么做呢？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跟2个人有什么区别呢？我喜欢你，不是喜欢你的外表。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变一个全新的自己给你看。好，时间到，谢谢2位，请回。谢谢老师。请关门啊！来，我们来看嘉宾朋友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我就站住保护你。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送上我们的礼物，有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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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啊，请回，请回，请回，谢谢，请回啊。